重磅消息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已经启动 NTU 2030战略，学校公开提出，到2030年 ，AI 将融入40%的本科课程，所有学生都能接触高级 AI 工具，还要学习建立、部署和管理 AI agent，甚至毕业时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 AI 工作团队。很多人把这看成一次大学改革，但如果你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看，这更像一场提前打响的人才战争。因为新加坡正在把大学从知识工厂改造成 AI 时代的人才筛选器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全球都在抢 AI 时代的入场券，新加坡到底想培养什么样的人？而进不了这套体系的人，未来又会失去什么？全球顶尖大学的竞争逻辑已经变了，因为 AI 不是一个新工具，它正在重构经济、产业和就业结构。美国科技公司在高薪争抢 AI 工程师，中国在加速铺完整个 AI 产业链，中东用巨额资金建设算力和基础设施，欧洲则在推动自己的 AI 主权战略。各国最后都看清了一件事：未来最稀缺的资源，不是资本，不是土地，也不是能源，而是能驾驭 AI 的人。NTU 2030提出4大支柱：人才、教育、科研创新与企业发展、全球影响力。你表面看这是大学战略，往深一点看，这是国家回应未来竞争的方式。因为对新加坡来说，土地不能无限扩，人口不可能突然暴涨，资源也没有天然优势，它真正能持续升级的只有人才。所以大学的角色变了，它不再只是把学生送出校门，而是在为国家提前配置下一代竞争力。NTU 这次公布的方向，真正想训练的不是会用 AI 的人，而是能组织 AI、调度 AI、管理 AI 的人。根据学校公开信息，到2030年，40%的本科课程将融入 AI，其中一部分课程会用 AI 做个性化学习，另一部分更关键，直接训练学生建立、部署和管理 AI agent。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 AI 本身，而是管理这个动作，因为未来竞争很可能不再是谁一个人做的更多，而是谁能让更多 AI 替自己完成工作。工业时代，最有价值的人会管理机器；互联网时代，最有价值的人会管理团队。到了 AI 时代，最有价值的人很可能是能管理智能体的人。这个变化非常大。企业未来未必最缺会单点执行的人，而是缺能把任务拆解、分配、监督、校正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未来高价值人才的核心可能不是亲自做，而是会指挥。NTU 现在做的就是把这种能力前置到大学阶段。NTU 不是让计算机专业去学 AI，而是让所有学生都必须进入 AI 环境，不管你是商科、工程、传媒还是教育专业，未来都要接受 AI 训练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正在从专业技能变成基础能力。过去识字是基础能力，后来会用电脑是基础能力，再后来会上网、会搜索、会处理数字工具，变成基础能力。接下来 AI 也会进入这一层。如果一个年轻人不会和 AI 协作，未来的处境很可能就像今天不会用电脑一样，很多机会根本拿不到。更现实的是 ，NTU 已经公开表示，从2026年8月起，所有本科生将获得 Google Gemini 和 Vertex AI 等高级 AI 工具的使用权限。学校也会提供相关资源，支持学生学习和开发。这个信号非常强，它意味着学生毕业时带走的可能不只是文凭，不只是成绩单，还包括一整套已经磨合好的 AI 生产力系统。你会发现，大学在这里做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，而是在帮助学生建立未来的工作底盘。为什么 NTU 2030反复强调人才，而不是只强调课程升级？因为今天的大学早就不只是教育机构，它还是一个国家吸引全球人才的入口。新加坡这套模式其实已经很清晰了，全球优秀学生进入 NTU 和 NUS， 进入实验室，参与科研项目，接触企业合作，加入创业团队，最后有一部分人直接留在新加坡发展。大学在这里承担的不只是教学功能，
而是国家人才供应链最前端的功能。NTU 2030明确提到要吸引世界顶尖人才，也强调全球影响力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很直接，未来大学竞争的不只是本地学生，而是全球最聪明的大脑。谁拥有世界级大学，谁就更容易把世界级人才吸过来。人才往哪里流，创新就往哪里流，创新往哪里流，资本和产业就会跟过去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一点尤其关键，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靠人口红利取胜的国家，它必须靠高密度的人才网络去放大自己的国家能力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大学在新加坡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系统，它和科研、产业、移民、创新生态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NTU 2030谈的从来不只是教育，它同时在谈科研、创业、产业转化和全球影响力。这说明大学的定位正在整体升级。过去，大学更多是知识中心，现在它越来越像创新中心和产业前哨。根据 NTU 公开资料，过去10年，学校已孵化超过430家初创企业。这个数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。大学不再只是培养毕业生，它还在创造专利，推动技术落地，孵化公司，连接资本，甚至可能培养下一代高增长企业。也就是说，大学输出的已经不只是人才，还有产业能力。对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，这套模式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不能只靠传统优势维持竞争力，必须把教育、科研、创业和产业升级串成一条完整链路。这样，人才进入大学，不只是为了找工作，而是可能直接进入创新生态。科研成果也不只是停在论文里，而是要进入市场、进入企业、进入国家经济系统。所以 NTU 2030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清楚，教育升级只是起点，创新生态才是终点，人才只是入口，产业竞争才是目标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不是普通的教育改革，而是一种国家竞争战略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没办法和美国比市场规模，没办法和中国比人口规模，也没办法和资源型国家比天然禀赋。他真正能争夺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全球最优秀的人才。而大学正是这场人才战争最前线的战场。未来10年，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，可能不再只是港口吞吐量，也不再只是 GDP 增速，而是谁拥有更多能和 AI 高效协作，甚至能指挥 AI 系统的人。那问题也就落到每个家庭面前了。如果未来一个人真的可以同时管理100个 AI 员工，最重要的能力到底是什么？是技术能力？是创造力？是领导力？还是判断力？我很想看你们的答案，欢迎把观点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新加坡战略、教育趋势和 AI 时代变化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转发，也可以订阅频道。下一期我们继续看那些正在悄悄改变新加坡未来的大事。